有请主持人赵盾。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情感导师于波红于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我们的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著名作家、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欢迎啊！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在一起3年了。毕业之后，他就来了我的家乡工作。本来已经准备结婚了，但是今年过年他回家之后，就一切都变了。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有未来了。其实也不什么大的改变，就是我辞职换了个城市工作，我希望他也能够跟我一起过来，但是他就是不肯妥协，这个问题确实现在很难解决。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郑，24岁，来自广东职员，有请小郑。女嘉宾小李，24岁，来自河北职员，有请小李，有请。欢迎两位哈，谈恋爱多久？我们是大学在一个地方上的学，在之前他都是来我家这边找了一份工作。当时我就想，我们两个已经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好了挺长时间的了。然后他能来我家这边，从广东到河北这么远的距离，为了我能过来，我觉得那我俩这事儿也就能成了呗。可是没想到从今年过年回家之后，就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他都从他家那边找了一份工作了，当时我都不知道他是咋想的。那你们毕业了吗？到底？毕业了。毕业之后，他先是在你老家找了份工作，对，河北石家庄还是哪？唐山。唐山啊。春节回家之后又回广东，广东哪儿啊？广东广州。在广州你又找了一份工作。但事情我想补充一下嘛。要补充啊。我们是去年毕业的嘛，那时候我们有3个想法，第一就是继续考研升学，第二就是去他家唐山找一份工作，然后第3我们就想着能不能在广东广州留下来，然后那时候我就决定嘛，就想去他家试一下，也没说一定得去唐山定居的。去他家之后，我也在那边找了份工作嘛，就感觉那个工作也不是太好，然后1个月工资才1500嘛，根本不够基本开销嘛。然后那时候他就和叔叔提议了，就是让我能不能先住进他家，我就感觉特别不好意思的嘛，然后和我的计划也有点出入嘛。今年情况也比较特殊嘛，放假特别长，我感觉之前公司也不太好嘛，然后我就准备就先回去了嘛。家里那边也给我安排了份工作，我就先去了嘛。那工作还挺好的，我就留在广州了。那你下一步怎么打算？是你留在广州，他继续在唐山工作，还是邀他去广州工作呢？其实我之前也和他联系过，通过电话的，就是希望他也能来广州发展嘛。但是有很多问题要考虑。一开始他来我家这边的时候，可能城市等级不一样，工资就少。然后我觉得住我家也没有什么的，因为刚毕业，可能社会经验少，刚入社会，手里积蓄也没有那么多。我爸爸他们也是觉得大老远的来这边，自己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那就能帮忙的就帮一帮呗，也无所谓这些问题。他就觉得这件事儿特别面子上过不去。你是觉得这回广州是因为面子上过不去，还是觉得可能从发展前景来说，广州相对于唐山会好一些？还是两种都有？都有吧，因为都有。我之前是住叔叔阿姨家嘛，就我真的感觉特别不好意思嘛。那时候我工资也低嘛，懂了。我有时候还得向家里那边拿钱，就特别不好意思嘛。然后还得去他家吃住的，就感觉我爸妈这边两边啃老的感觉。可是我就想能帮忙就帮忙，也没多想那么多。后来当时也正好赶上过年，他就回家了嘛。回家之后，我就觉得那怎么样？过完年之后应该也就能回来了吧。可是他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特别高兴，听那语气，他跟我说啊，我从这边我找了一个工作。我说啊，那我都以为你要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说你在那边找了工作，这么大的事儿，从头到尾都没跟我说过。那时候我确实挺开心嘛，就给他打电话嘛，而且机会的话你得
赶紧抓住吧，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嘛。而且那时候我也和他商量过，让他能来广州来，我也给他留意这边的工作嘛。那你说这么大的决定，这么大个事儿，你连提都没跟我提过，你把我放在你考虑的未来里面了吗？的确，我上学的时候就可能没什么主见，也不拘小节嘛，然后小事都没怎么决定的。但是我感觉去广州发展这机会是挺好的嘛，然后我也和你商量过吧，应该。是挺好，我也不能阻拦你以后未来发展前途。不，等一下，他那个问题最核心的，你回答了第一问题，说去广州，其实我们俩也商量过，对吧？人家姑娘还有第二问呢，在你未来的规划里有他吗？我有啊，我都有给他留意这边工作，你看，而且人家有啊。之前他爸也说，他叔叔也说过，就是让我准备准备，也可以把闺女交给我嘛。啊，那我爸说这话前提是啥时候啊？是不是给你那个发奖送行的时候？完了以后都快准备喝完回家的时候，那酒话你觉得能信几分啊？不，哎，你不带这样的啊！就是自己爹的呢。自己爹的话，你怎么来酒？你那好行，就算你爸不愿意把你交到他手里是个酒话，你愿意把你自己托付给他吗，丫头？我当然是想，那如果说去了广州之后，那我爸妈这边就只有我一个孩子，就要考虑的事情有很多，不光是说，哎，我想去，我想有更好的发展，就不顾了我家长的以后生活了呀。那他们那么大岁数了，那以后要是万一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他们办的话，他们连个人都找不着。你有替我想过这个事儿吗？这我们之前不是商量过吗？要是我们在广州安定下来的话，就可以先买房子嘛，然后真的可以的话，就可以把家人接过来嘛。你说这种事儿就太理想化了，根本不是现实能实现的呀。你把家里人接过去，那到时候咱俩也不知道几年才能混出个头来，混出点成绩来。等于从春节到现在，你们俩这个异地恋的感觉怎么样？谈的怎么样？你说异地恋，就我觉得，本来就挺难的，他还总怀疑我。我们这边都有工作了，他肯定也难免不了，就是和同事们出去聚会。我这边也肯定会有，偶尔我就是在他没来的时候，我就和同事们晚上出去个酒吧喝点酒，坐聊聊。这个我觉得都很正常的娱乐项目呀。他就问我，哎呀，你去哪儿了？恨不得1分钟一个电话，1分钟一个消息。那时候是这样的，我一开始入职嘛，工作比较忙，就比较忽略他嘛，他就老说我怎么不关心他，不给他打电话什么的。然后刚好那段时间我比较闲嘛，就给他打电话嘛，我就给他打多2个，他嫌我烦了。然后那时候他一个女生也不回我信息，过了一两个小时的才说他在喝酒呢，我也不知道他和谁在喝酒嘛，然后我就比较担心嘛，所以就多问2句了。有男有女都很正常，同事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不会说出现什么危险。而且喝完酒之后，就大家微信上说一下我到家了，然后这样就放心了一下，互相报备一下。他就无意中就看见我和一个男同事，他跟我说那天喝完酒，他说，哎呀，今天喝的有点多，然后已经到家了，你就放心吧。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他就非得说我跟那个男同事之间有点什么事儿，我解释半天，越描越黑，我怎么解释都不行，最后就只能我连那个男同事的微信也都删了，还让我把删除的截图给他看。那我只是关心他们，而且我有点吃醋嘛，他就和别人出去，然后也不回我消息嘛。吃醋很正常，是吧？这么年轻不吃醋那还行啊，肯定吃醋嘛，信任是一点一点建立的嘛。因此，所以在异地恋这个问题上，等于男生现在有点不放心女生了，是这样吧？那你放心他吗，姑娘？我挺放心他的。你倒是挺放心他的。他就是特别不放心我，因为我平时可能就说话就比较大大咧咧，也比较爱玩，但是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可是他就是说，哎呀，我这不是担心你们总是打着关心我的名义，但是他都是在质问我跟怀疑我。你是不是觉得有点 hold 不住他？就真的担心他们，而且我们就2、3个月没见嘛，而且还远2000多公里呢，我也不能，他出事情也不能立刻去找他嘛，就有时候就会多问2句嘛。那你知道这远，你知道你不在我身边，那你还问我那么多，万一我要真出了点啥事儿，你也不可能第一时间能帮到我，能帮我解决，那你还问啥呀？那还不最后希望你能来我这边吗？那我还希望你能来我这边呢。不，各自给个理由好不好？我就觉得我在这边，
我爸他也在这边有点经济基础，你来这边的话，肯定不会说让你有太大的经济压力、生活困难，都能帮助咱们2个人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反正我到你那边去就会有语言障碍，也不是说地域歧视，就是肯定会有语言障碍。让我爸妈去那边更是不现实的事儿。我家里条件也不差嘛，然后就我们2个的专业来说，在广州的发展肯定会比在唐山好很多。我从小到大都在这儿生活，我也都比较了解。难道是唐山容不下你，你就非得要去广州？大学毕业了，在对于未来的规划上出现了分歧，彼此还相爱着，是这意思吧？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郭红兄，关于他们的题，我要求每一位老师，我们都给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这一队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这一队的解决方案是广州更适合他们2个年轻人的发展，并不是我地域歧视啊。到了广州，你现在就要有思想准备，好好的工作，努力的赚钱。而且你在广州，由于是你的本土，你地域熟悉，给你的女友想办法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然后通过你们的努力，现在一定要攒钱，而且一定要买房，而且现在要买大房，要有准备，就以后老人一起来生活。好，来沙大老师，我不支持，反对哈，我不支持，我完全不赞同。我也真的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分手了一段感情，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我要去北京，他呢要去广州，我们都非常清楚，都曾经问过对方一个问题：你愿意为了我去到那个城市吗？2个人都不约而同，没问题。我说我可以去广州的，然后他呢，也跟我说没问题。但是他因为他也是北方人，他那个工作行业广州是总部，他必须要到广州去。所以呢，他说我当然愿意去北京，而且我也更愿意去北京。可是北京不是那个地方的总部，我要到总部去工作，而且爸爸妈妈已经给我安排好了。我说好，我说那你就去。我说但是我的这个专业在广州不一定能有释放的空间和余地，因为到那边普通话它不如地方方言做这个台前工作来的优势好。然后我们就很真诚地说了一句话，我说我有这个心，但对不起，我没有这个力，因为所有种种的现实和我的生活习惯，还有我的家人，我要考虑一系列一大片的这样的问题。你让我为了一段爱情，为了你，放弃我所有的这些，我说对不起，我做不到。我说同样你也一样，你父母辛辛苦苦为你联系好了这样的工作。然后你的前景一片大好，你说我不干了，我就要去北京，我就要去分部待着。我说你爸妈肯定也不同意，就算我们2个人以后能够走到一起，你爸妈对我也会有意见，会觉得是我阻碍了你的前程。我说那不如我们就各自发展。如果真的有一方发展得很好，或者我们的感情很好，好到真的要必须往一个地方奔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因为都是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棘手的问题，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我们不要为了爱情盲目的远走他乡，因为你远走他乡是要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当你没有这种能力，你后患无穷。你说让他到唐山来工作，住到你们家，你想过他住进你们家有多么不方便吗？上厕所、洗衣服、吃饭，要不要给你爸妈交生活费？我甚至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可能永远无法说出我真实的想法。所以你觉得你一意孤行的对他好，但是那是真的对他好吗？不是，你会给他无形当中的压力，他还有苦说不出，因为他在接受你对他好的同时，他没办法向你吐苦水啊，要不然那不就成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了吗？都对你这么好了，你还嫌这嫌那，但是那种好受不起。同样翻回来，你为了他扔下唐山的父母、唐山的亲戚朋友和工作，奔到广州去，先不说生活条件适不适应，你要为了这段爱情把你余生赌上。如果你们爱情失败了，那你就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从头打拼，或者回到老家。所以我觉得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先搁置。
我们不要一意孤行的要求别人来我们这个城市，我们的爱情才能往前推进一步。我们就先这样忙好各自的事情。如果真的爱情到了要结婚的地步，我们要真的走到那个地步，我相信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搁置争议，对，各自发展。对，来，齐总，你们一直以为自己的爱情没有问题，对吧？但其实你们是逃避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最终到底谁投奔谁的问题。好在男生已经做出了一次牺牲，他已经在唐山工作，并且试图融入你的氛围，按照你的规划走，对吧？女孩，我很严肃地问你，男生能做到，你做得到吗？你敢试吗？他就试了，失败了，或者说短时间内是失败了。好了，第一回合他赢了，该看你的了。你敢不敢去广州试一下啊？试一下，不行就回来吗？你还年轻啊。他就试了一段经历，如果我们能把这段经历能够延续下去，是一种幸福；不能延续，可能你们会各自幸福。就这样。好，谢谢曲老师。妮娜老师，我刚刚就一直也在想，就像赵畅老师问大家的，换成我们会怎么做？一定要给什么样的结论？换我肯定去了。我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在哪儿，而是我在哪儿都能活。你给我放到3线城市我能活，你给我放到1线城市我能活，你放到国外我能活。语言不通我学嘛，反正我能活。我去，因为你在，正好，那么我就去了，这是这个原因。但是你能活吗？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拿为爱勇不勇敢这件事情来衡量一个人，而是你必须得搞清楚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喜欢这样的动荡的生活，你是不是喜欢挑战自我，你是不是敢于去逼自己接受新的事物和过去的旧的舒适圈告别和打破。不如你们都去综合的去想一想，干脆就先异地恋一阵儿，让他去闯他的，我相信你们的爱情可以经得起考验。让他闯个1年2年，你知道像我公司上海一个小伙干得好好的，哎，辞了，问为啥辞，女朋友发话了，最后通牒得回老家结婚了，然后给我的时间就是在上海再闯个这么2年，我2年到头了，走了，他就真走了。所以对于你也是一样，你可以闯个1年2年，然后给自己设定一个既定目标，时间到头了，如果没达到既定目标，回唐山跟女朋友结婚去了。而女朋友你也可以试一试，我看看投简历，在广州我能不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有合适的工作我是投奔工作而去，而不是投奔一个男生而去。我投奔这份工作，看能不能靠自己生存得下来，生存得下来我跟他一起留一阵儿，生存不下来我回唐山去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了。谢谢米娜老师。我是我们班同学里面分配最差的，全班唯一一个分配到市级电台的人，我们都是省级台，我分配最差的，就因为爱情啊，就因为这俩字儿。但是后来我也失败了，就这样也失败了。可是我觉得失败没什么，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我经历了，我感受了，我为这个东西付出了，也不会后悔。如果是我的儿子，我一定告诉他，你必须去唐山，因为你是个男人。在爱情上，男人就是主动的，这没有什么牺牲。如果你够自信，你到那儿一样拼得出来。这就是性格，我是从性格谈，老师们是从现实的维度、从发展的维度谈，我是从性格的维度谈。就是你是什么性格的人，你做什么事儿。我是一贯主张在爱情当中，男人应该是有力量的。我就为了你就这样了，怎么着吧？败就败了，认了。都想一想，我是个什么性格的人，我输得起输不起，我的能力是什么样的，我愿意怎么样。来，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其实我挺赞同各位老师的建议的。然后当那个主持人说到就是父辈会支持我们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的家人嘛，他们也挺同意我就挺同意我在外面自己什么建立一番事业什么的，所以也没有强迫我一定在家里工作什么的。我可能到时候我们俩在哪，我们就再协商一下吧。
之前我也说考虑过，就是去广州找工作，然后，但是总是会想到家庭这边的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就不是那么能同时能权衡的明白的两件事儿，我还是比较看重家庭这面，所以说我还是要考虑一下。接爸妈至少是10年以后的事儿了。对，能不能在一起，再试着交往下去，奔入婚姻的殿堂，这就是眼下的事情。所以两位考虑一下，我的这个提法特别简单，啊，不拧巴，很容易。重回唐山，您就出来啊。你说我还没想好，别出来。就去广州，我就出来。压根儿广州的事儿我不考虑，就别出来。因为咱们这个就是一个节目上的表态，并不影响你们现实生活。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慎重，好吧？谢谢两位，请回。啊，请回。接下来我们看，女生愿不愿意去广州？男生愿不愿意重回唐山？请开门，请开门。哇，棒！啊，特别好，棒！小伙子，我跟你说，我之所以这么做，我其实是做了一个态度。小伙子表态说，我可以重回唐山，我记得是你说的。我的家人说，如果你们怎么样，可以什么什么，我们还可以再商量。所以下一步你们俩真的要好好商量怎么样了，不要难受啊。这不代表他放弃你，只代表说我现在没有做好去广州的准备呢。所以你别难受，赶紧追你的女朋友，你们去聊去吧。这个时候聊是最好的，好吗？谢谢你啊，好，非常好，谢谢。我们用掌声送你。来，非常好。这边。我也喜欢这个男生，我也喜欢这个女生，因为他们真实，不虚伪，不做作。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和我男朋友都在上海，他家非常有钱，但是呢，他经常问我要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不是很喜欢他。他除了不给我钱问我要之外呢，还是对我挺好的，我1分钱没花过他的。他这样，我想分手，我该怎么办？你都说了，我也不是很喜欢他，一个不太喜欢的人，你干嘛还要跟他在一起啊？谢谢4位老师的分享。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并且陪伴了我们又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下期节目我们再见，谢谢大家。